2024年古装待播剧第4弹仙侠类，这次介绍3部，分别是《千朵桃花一世开》、《白月泛星》、《仙台有树》。《千朵桃花一世开》改编自作者随遇而安的同名小说，是一本的仙侠文，有类似三生三世的情节。为了大义先死去，后种种的不甘心，经过一番神奇操作，主角被救活的故事。3世的情节分别是：第一是昭明圣君与阿朱，第2是谢雪辰与穆玄灵，第3是魔尊与神女。故事横跨人妖两族，与妖女穆玄灵之间发生了一段令人意想不到的爱恋，他们之间的命运被混沌珠、神宫、妖族和人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所牵引。讲述是谢雪辰、张彬彬饰演有人族最强剑修、魔尊和仙君3个身份。在上古时期，人皇昭明为万民请命，牺牲自己对抗神界。昭明就是指谢雪辰死了。穆玄灵，孙珍妮饰演，她本是一颗珠子，叫混沌珠，因为谢雪辰作为仙君帮她化智，为了拼死救下谢雪辰的一缕魂魄，布下万世轮回之局。万世之后，昭明转世成仙盟盟主谢雪辰，混沌珠亦成为暗域圣女穆玄灵。谢雪辰身为人族时，功力全失，落入半妖之身的魔族圣女穆玄灵之手。两人在人世间重逢，却已抹去了曾经的记忆，转变为彼此立场对立的对手。谢雪辰在堕神陨落之地荣渊被困，妖女穆玄灵以7日芳华的力量救他，两人被迫假扮夫妻逃脱魔界。穆玄灵深爱谢雪辰，但两族对立使得两人陷入危险境地。然而这一切都是妖族桑奇设计的一场局，被大祭司也是他的师傅桑奇为了类似忘情水的东西，彻底忘记了对谢雪辰的爱。故事中涉及混沌珠、明月山庄的秘密，半妖身份的穆玄灵以及人妖两族之间的恩怨情仇，背后隐藏的是深厚的阴谋和因果联系，最终引发了神界和魔界的变故。在谢雪辰与穆玄灵的情感纠葛中，他们相互扶持，但也受到来自神界和魔界的力量影响，使得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黑暗中，穆玄灵救下了谢雪辰，治愈了他的重伤，然而却以此恩情为要挟，迫使他与自己同行。谢雪辰散去了穆玄灵的一身魔功，却在照料穆玄灵时，将普天之下人人眼馋的玉阙神功偷偷传给了穆玄灵。他们的旅途中曾互相怀疑，但最终并肩作战，渐渐放下了彼此的戒备，同时也在心底产生了情感纠葛。然而在争夺着神器混沌珠的阴谋中，两人陷入了生死存亡的考验。穆玄灵为了拯救世界而牺牲，而谢雪辰却逆转了命运，回到过去拯救了穆玄灵。万世之劫结束，谢雪辰终于魂归昭明，昭明本体却已沦为堕神，杀上仙界，而仙界的人被杀后存在于魔界，所以才说因果报应。以前被人族所尊崇的仙族，变成了人们所痛恶的魔族，意念仙魔。最后穆玄灵以爱唤醒了堕神之心，使得灾难得以消弭，最终带来了天下太平。白月泛星，该剧改编自心灵的小说《白说上神》，是由朱瑞斌执导，白鹿、敖瑞鹏主演。故事上与周冬雨、徐凯的千古绝尘和赵露思、王安宇的神隐同属于上古系列，拍的是千古绝尘中天启和月迷的故事，因为是他们的各自转世的故事。故事白月泛星讲述了将军府的两姐妹白硕由白鹿扮演和白皙遭遇蛇妖，结果姐姐不幸丧生，而白硕却被天启所救，幸存下来。原来天启一直在寻找月迷的神识和魂魄，希望能利用自己的神力和神木重建月迷的神识和神体。白硕希望复活姐姐，向天启求助，并为了回报救命之恩，选择了修炼成仙。他专心修行，同时拒绝了已有婚姻安排的婚事，因为白家早已为姐妹们安排好了婚姻对象。白硕原定的未婚夫是右相之子重昭，而白皙则被选定为未来的东宫太子妃。
崇祯后来救了妖女茯苓，更为了寻找白硕而被皇帝发现私兵的事，面临着灭族的危险。在故事中，白硕遇到了妖族大神范月，由敖瑞鹏扮演，实际上他是天启散落在不同地方的一部分本体。范月知道白硕的血液能助他修炼，于是他们签订了神魂契约。接下来故事发展为两人开始互相利用，但逐渐产生了爱意，最终相互深爱，并共同经历了许多冒险的故事。千古绝尘中的天启与月迷很虐，所以才有这部小说的诞生。大家是希望当成一个全新的故事去看，还是多少带有千古绝尘的记忆去看呢？期待该剧能早日顺利开播。仙台有树改编自作者狂上加狂的同名小说，讲述了20年前西山派掌门木青哥由向寒之饰演，做出了一段令人震撼的牺牲。他舍弃了自己的金丹，封印了徒弟先修奇才苏易水、邓为饰演身上的灵泉，为了保护苍生免受魔物灾害的侵袭，这个决定让他被人称为女魔头，最终被4大玄门联手围杀。在师父木青哥牺牲之前，苏易水了解了真相，并决心为他寻求重生。他寻的转生术，献出半颗金丹，以期让木青哥重获新生。如今20年过去，木青哥以薛冉冉的身份重生，而苏易水则已成为西山派的掌门。当他发现濒临生命消逝的薛冉冉时，他毫不犹豫地收为门下，立誓要终生保护他。从此师徒身份转换，他们的命运也因此交织在一起。然而灵泉的封印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魔修遁天打算利用它再次制造魔子，企图陷害天下百姓。牢记木青哥的嘱托，苏易水不惜付出生命也要将灵泉重新封印回幽界。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受了遁天的诡计袭击，失去了自己的记忆。即便如此，他再次与薛冉冉相遇，并重新坠入爱河。两人携手合作，最终揭露了遁天的阴谋，为世间带来了和平与繁荣。这段动人的故事见证了真爱与坚定意志所能取得的伟大胜利。听上去情节有点像2019年白鹿和徐凯主演的《招摇》，仙侠剧都是差不多的套路，师徒恋、失忆、几生几世的情节的大融合。正所谓越虐越爱，这也是邓为在长相思大红后第一次担当男主。大家期待该剧吗？不知道这3部剧是否有你想要看的呢？如果刚好没有，敬请期待下期的视频，带来第5弹的古装待播剧。下期再见。